大俄的问责风暴还是来了，一贯是那么充满俄式的简单粗暴。节目最后呢，我给大家聊一下中国当年为什么没有引进白天鹅图160战略轰炸机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美西时间2025年6月2号，欢迎来到大卫观点频道。昨天我这节目发了以后，在国内媒体上刚突破50万播放量的时候就咔没了，因为在节目中我讲了一段历史事实，就是图95曾经担任过对华核打击的力量。当然了，可能有些人不愿意回忆这段历史今天如果你还想听，你就得到馆子上搜大卫观点频道你能看到原版的。今天咱们主题就给你讲一下，我昨天说问责的腥风血雨，今天就刮起来了，一位中将直接就把命丢了。在讲这个之前呢，还是回答一下朋友们热点提问，说这么多飞机有没有70亿美金呢？为什么大俄自己公布说只有20亿美金这个有人已经做过统计了，我看到了一些公开的卫星图片，损失的飞机数量远远超过70亿美金，只是人家不愿意承认而已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想看这图片，你给我发私信。第二呢，我想说一下，有一个信息极其重要，本身大俄曾经在5月31号把这战略轰炸机加满了油，也安装了巡航导弹，原计划是在6月1号对乌克兰进行一轮大型的轰炸，这个代号叫做宇宙闪电。因为2号就是俄乌双方的谈判，他想在谈判第一天给小乌来个下马威，没想到呢被小乌在5月31号的时候提前了，这些加满油的轰炸机就香消玉殒了。那我们说第一个问责的是谁呢？那就是大俄的空天军副总司令兼空军司令，他的名字叫谢尔盖科比拉什。这有个图片大家看一下，就这位。这个消息来源是大俄的军事博主，当然了，我明确说一下，官方目前没有确认，那我们再等个10天半月心里就有数了。但世界上的事它就是这样，所谓的谣言，它有的时候是遥遥领先的预言，这个呢，我们只能信一半吧。那他是怎么坠亡的呢？他呢是在自己家的楼上，在窗户边上坠亡的，现在还不清楚是他自己想不开，怕承担责任，还是有其他的事儿。因为这次损失主要是空军，因为空天军它有3个部门，一个是空军，一个是航天部队，第3个呢就是防空部队。这3个部门都脱离不了干系。你损失了这么多的飞机，航空的导弹M300都没有发射，一弹未发所以说这个部门是要承担责任的。他可能也怕进去以后有严刑的这种拷打，所以说干脆自己解决了。那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呢？这个咱们大胆猜测一下也许有人想让他提前走掉，你省得进去咬出来一堆人，大家都不好看，你倒不如自己先走一步，这不是死人的话你能信吗？你也开不了口吧。这是第一个。其实普通人也有为这件事送命的，我让你看一小段视频。现在大俄境内对所有的集装箱和卡车呢都要开箱检查，看看你有没有夹层，夹层里有没有无人机。这个呢也算是个预防吧。就有一位普通人在检查的过程中丢命了，给你看那段小视频。对。对。触电身亡，不是被炸的，是在检查卡车的过程中碰上了高空中的高压线，这位普通人把命送走了。我相信这种事可能也不是一例，只是让我们发现了而已。
腥风血雨的问责将继续展开。那我们说第二件事儿，在发生了袭击之后啊，有人讲大俄已经召开了紧急会议，有可能呢对乌进行宣战。现在不是叫特别军事行动吗？可能要升级为真正的战争。第二呢，要对小乌境内进行一轮新的巡航弹的打击，他总要报复一下吧。但事实上，这个报复到目前还没有出现。就我个人分析呢，那有可能是，既然小吴做了这个行动，那防空武器啊，那早就整个带弹等着你呢。至少说军事目标呢，它会受到一定的防卫。那如果你打民用目标，那就错了。本身前段时间你打民用目标呢，就在国际上受到了谴责。现在自己的这么多的飞机战略资产受到打击，本来像伯伦同情的，或者是伯伦老川的同情的，如果他进而反击攻击军事目标不成的情况下，又攻击养老院啊、学校啊这些密集的人目标，那老川也救不了他。那世界上更觉得你咎由自取，没准下次还再来一轮。目前看啊，这个反击还没有在路上。那第三件事呢，我想说一下，有朋友讲损失这么多飞机怎么算的？因为这个损失飞机最多的就是图95，绰号熊，单价呢是2.5亿美金。那个逆火图22呢是单价3.5亿美金。还有个图160在这次里面呢没出现，因为在俄乌战争期间，它只执行过一次任务，其他时间都没有出来。这个是最贵的战略资产，它的单价呢是超过3.8亿美金。那有朋友讲，这仨飞机都是图字辈的，它们有啥区别啊？有什么共同点啊？我简要科普一下。这3个飞机有个共同点，都叫做战略轰炸机，都可以携带核武器。那它区别是什么呢？给你看张图，这是俄方公布的图哈。大的那个有螺旋桨的叫图95熊，那个白天鹅就是没螺旋桨的那个是图160，中间那小的叫地狱火。最早的还是有螺旋桨的，就是本来要对华执行战略轰击任务的。这架飞机服役最早，它为什么叫熊呢？这个熊不是他自己叫的，是北约给他起了代号。这个熊啊，是来自于它声音特别大，大到什么程度？给你举个例子，像北约，尤其是美国的潜艇啊，在海下航行，它对外有声啊，看这海面上过什么船呢，或者有没有敌方的潜艇啊，只要是这个图95在天上这么一飞，就连海里这潜艇它都能探测到，你可见这声音多大。有一些负责拦截图95任务的这个北约飞机飞行员啊，对他印象特别深刻。如果你接近图95的话，你自己的里边听不到声音，你听到的全都是图95的声音。你想4台这种涡轮发动机，那都是这个螺旋桨啊，超大型的。我想对那个本身的机组成员的听力啊，这也是个严重的伤害。它就这么大，它的缺点也很明显。第一，你声音大，没法隐形吧，容易被发现吧。第二呢，它飞得太慢，它无法实现超音速，至少说早期的版本是无法实现这个超音速，飞得特别慢。那它为啥不淘汰呢？最大的卖点啊，也就是最大的长板，它的载弹量超大。昨天我们节目不讲到了吗？前苏联试炸那个沙皇炸弹的时候，那是一部核弹，就用这个图95去轰的。首先它要飞到1万多米高空，然后呢释放完了以后赶紧跑，预留了有半小时的逃跑的时间，才能飞出那个300公里那个轰击范围。当时这个核弹啊，设计的理论是1亿吨当量的 TNT， 后来呢发现实验的话呢，咱别装满了药，它只装了5000万吨的当量 TNT， 这个相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的3800倍。当时引起的地震都这个5点多级。那当时图95它可以运载这么大的气态都不行。后来呢，
苏联也觉得这个飞机虽然你载弹量高，但是你飞得慢呢，所以后来就开发了叫图22，就是图片中间那个小型的，它实现了2倍音速，飞得比原来的快，但是缺点也很明显，因为你载弹量太少了，无法实现了跨洲飞行。所以大俄后来干脆开发了咱们图片上的图160，北约代号呢叫白天鹅。这个飞机了不得，这也是里面最贵的，3.8亿美金。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，就是它可以实现2倍音速，飞得快吧，载弹量也接近于图95，虽然没有图95那么多，有一部分隐身的功能，就是它图层是亚光的，有一部分少数隐身功能。这个也是大俄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，跨洲执行任务没问题。那这里面有个趣闻呢，中国在90年代也曾经想买几部这个图160，当时真正具备远程轰炸机的只有美国和前苏联，其他个像英国、法国都没有，中国就想有这个，而且派了考察团呢，实地到乌克兰去看过，也谈过价钱因为那时候乌克兰呢继承了前苏联的10几架，另外有8架呢是俄罗斯继承了。当然后来俄罗斯买了其中8架，另外一些呢是给销毁了。那当时为啥想要这个东西呢？中国作为5常之一，他也想具备这种洲际打击能力，谁不想要呢？那后来为啥没买呢？主要是3个原因。最大的一个原因呢是不好买，因为这种战略武器，当时的美国和苏联都不赞同卖给中国，谁也不愿意这种东西落在第三人手里去。这个乌克兰一个人做不了主，除非你给的价钱特别大，他才有可能冒这个险。那第二个因素呢，是当时这个功能和那个中方的想法不同。那时候重要的目标是国土防空，而这个东西它不是防空用的，它是跨洲进行核弹发射，它是个核弹载具。你想一下这种飞机当时如果说跨越整个太平洋飞到这个美国，咱假设飞到美国的话，那这玩意儿你飞过去，中途的那时候中国没有加油机你飞过去不就有去无回吗？那不成了自杀式这个飞机了吗？而且呢，美国它当时有这种远程武器，它有星罗棋布在大西洋、太平洋上的美军基地，它能实现加油，也能实现空中加油，所以它有这玩意儿有用。那时候中方如果没有空中加油机，没有海外基地，你有这玩意儿就有去无回，所以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嘛。当然了，第3个问题也许是一个重点，那就是价钱问题。这一架3.8亿美金，也许就能换呢7、8架当时的苏27。那时候既然是国土防空，倒不如一架的钱买7、8架战斗机，因为战斗机可以起到这个空中格斗高机动性这玩意儿最实用。那时候打击的事儿没想，真正的跨洲打击的方向已经发展到了洲际导弹了。你看，你不是核导弹的载具吗？起到核这个威慑吗？还用飞机飞过去吗？那直接陆基或者是海基发射不行吗？所以后期的发展呢是陆基弹道导弹和潜射的，就是神舟轨末呢是潜艇上的，这个比这种远程战略轰炸机呢更实用、更隐蔽，也更便宜。好吗？今天呢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关注大卫观点频道，每天和你分享有意思或者有用的信息。再见。